没有对象的朋友们有福了，这部电影简直为单身贵族量身打造，看过的观众都说再也不会为没有爱情焦虑了，它就是夜间小屋。准备好左手拉右手了吗？电影开始，刚结婚的怂姐第二天就死了丈夫。有人说丈夫是被怂姐克死的，还有人说是被怂姐打死的。可是只有怂姐知道，丈夫是自杀而死的。这一切来得太过诡异，怂姐发誓一定要查出丈夫自杀的真相。可谁知就在丈夫死后的当晚，怂姐家中竟然开始闹吊吊了。只见一个鬼影子突然倒映在玻璃上，等怂姐查看时，影子又凭空消失了。而接下来的每个晚上，怂姐都会准时收到一条短信：晚安，哈尼，梦里有我。怂姐还在房子对面看到了死去的丈夫，难道这只吊吊是丈夫的鬼魂吗？怂姐顿时更加肯定丈夫的死绝对不简单呐。于是她开始翻看丈夫的遗物，试图从中找到线索，没想到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丈夫的日记本上竟然画满了各种各样的迷宫设计图，每一页还都写着假的假的，哎，不要听他的。看到最后一页，怂姐明白了，她现在居住的房子正是根据这些设计图建成的。可奇怪的是，设计图里明明有2栋房子，可另一栋丈夫却从未跟她提过。难道丈夫背着她偷偷养起了狐狸不成？气得怂姐直接合上了日记。可紧接着，怂姐又在丈夫的手机里发现了一张其他女人的照片。这下怂姐被气得脸都绿了，她再也不想查找丈夫死亡的真相了。可当晚，怂姐突然被巨大的声响惊醒，吓她赶紧出去查看。就在她刚踏出院门的那一刻，黑暗里突然窜出来3个不穿裤子的女人。然而女人们却仿佛着魔了一般，竟然轮流跳进了湖中。等怂姐打算救人时，却发现这些女人又凭空消失了。这时湖对面突然出现了一栋房子，怂姐被吓得差点窒息了，因为这里只有她一个住户啊，根本不可能有其他房子的存在。但就在这时，四周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怂姐循着声音来到了码头，却看到一艘满是鲜血的老船。下一秒，一双血脚印凭空出现，紧接着血脚印竟然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怂姐面前，还伴随着一股阴风，缓缓划过了怂姐的脸疤。怂姐顿时兴奋的瞳孔放大，她认为这是丈夫的鬼魂。怂姐赶紧抬手试图抚摸丈夫，可这时她却被一个公主抱放到了那艘老船上。接着老船竟然开始自动驾驶，带着怂姐来到了湖对面的那栋房子里。等怂姐走近才发现，这房子啊居然就是丈夫日记里的另外一栋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栋房子跟她居住的房子竟然完全一毛都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镜像的，就连门牌号也是反的。然而此时，怂姐突然看到房内还有个女人啊，不对，不止一个呀！怂姐那叫一个气呀！没想到丈夫竟然真的敢金屋藏娇啊！可下一秒，怂姐居然看到了死去的丈夫，又惊又气的怂姐立刻冲进了屋内。可就在一瞬间，黑夜居然变成了白天，怂姐瞬间被惊醒，原来是一场梦啊！可如此真实的感觉让怂姐意识到，这根本就不是一场梦，或许这是丈夫的暗示。于是，怂姐打算去那个湖对面一探究竟。殊不知这一去啊，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女人做了一个怪梦，梦到丈夫背叛了自己，于是她决定去梦里的地方找丈夫算账。可当怂姐来到这里时，却发现不仅没有丈夫的身影，就连梦里的豪宅此时也都变成了废墟。看来这一梦还是不可信呢。可这时怂姐突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诅咒人偶啊！是谁这么狠心？难道丈夫的死跟这个诅咒人偶有关吗？还是说丈夫的死根本就是一场灵异事件？为了查出丈夫的死亡真相，怂姐就把人偶带回了家。殊不知她这是给自己带回了一个大麻烦。接着怂姐开始翻看丈夫的遗物，试图找出更多的线索。然而她却翻出了很多关于诅咒人偶的书籍，看来丈夫的死真的跟那个诅咒人偶有关系啊！就在怂姐继续翻找时，她却在丈夫的电脑里发现了很多其他女人的照片。这些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跟怂姐长得很像。怂姐顿时开始怀疑丈夫生前真的背叛了，接她一巴掌扇飞了那个诅咒人偶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内突然传来诡异的响声，紧接着一道鬼影凭空出现了。激动的怂姐眼含热泪，她竟然认为这道鬼影就是丈夫的鬼魂。她赶紧上前想跟丈夫说说心里话呀，可下一秒鬼影又突然消失了。看得出来啊，对方并不想跟怂姐谈心。可怂姐不死心呢，她第二天就来到了丈夫生前最爱去的书店。可在这里，怂姐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这个人正是丈夫电脑照片里的女人。怂姐赶紧上去询问对方跟她的丈夫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对方也没有打算隐瞒，毕竟怂姐的丈夫都去世了。可女人的话却气得怂姐火冒三丈，原来啊，她的丈夫真的跟女人发生过关系，丈夫还把女人带去了湖对面那个小屋。就在怂姐打算去丈夫坟前唾骂时，女人却表示怂姐的丈夫很是奇怪，在他们亲密时竟然打算掐死她，想让她赶紧逃跑了。从此以后啊，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怂姐赶紧喝了口啤酒压住怒气，她更加怀疑丈夫就是个渣男加海王啊！怂姐发疯似的跑到了湖对面
那栋房子里，想要质问丈夫为何那么花心。可谁知她没见到丈夫的鬼魂，却不小心踩断了一块木板，可木板下面竟然堆满了尸体，吓得松姐赶紧跌跌撞撞的逃回家给闺蜜打电话求助。紧接着，有洁癖的松姐还不忘洗澡，冲掉尸体留在她身上的臭味。可这时屋内的录音机竟然自动响了起来，吓得松姐赶紧跑来查看。可她找了一圈就连个鬼影都没看见。就在这时，浴室的镜子上突然凭空出现了一个单词。就在松姐凑近查看时，她身后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滴水声，紧接着一双脚印突然出现。松姐以为是丈夫的鬼魂回来了，她赶紧伸手去摸，竟然真的摸到了一个身体。激动的松姐伸出双手去拥抱丈夫，而对方也回应了松姐一个拥抱。就在松姐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中时，鬼魂突然说道：“我不是你的丈夫。”我操，那不是丈夫就是调调啊！松姐被吓得转身就逃，可还没等她逃走呢，浴室那门砰的一声自动锁死了。然而此时镜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女人，这个女人也是丈夫电脑照片里的。下一秒丈夫竟然也出现了，但丈夫却一把掐住了女人的脖子，紧接着抓起女人的头就撞向了镜子。松姐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是目瞪口呆啊！可这时松姐居然也被一双手掐住了脖子，随着砰的一声，松姐直接进入了镜中世界。这里布置的一切都跟她的房间是反的，甚至连钟表都是反的。还没等松姐反应过来，丈夫突然出现，还拖着刚才那个女人。丈夫竟然把女人五花大绑。然而等松姐仔细看时，却发现女人被绑的姿势跟那个诅咒人偶造型一样。而此时那个鬼影又出现了，松姐吓得扭头就跑，可鬼影却像个吊吊一样阴魂不散，还一把推倒了松姐。鬼影似乎是在刻意让松姐看到她的丈夫是如何杀人的。可随着丈夫把女人拖走，松姐也被以同样的姿势拖走。接着松姐竟然看到丈夫一连杀了3个女人。可丈夫杀人后明明是那么痛苦不堪，这时松姐知道丈夫的死亡真相一定就藏在这里了。当死去的丈夫突然攻击松姐，松姐却只能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因为她要确认丈夫到底有没有背叛她。等丈夫停下来后，一个美女竟然躺在了丈夫腿上，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了。就在这时，丈夫突然表示：“你本就是个该死之人，你可还记得17岁那年的雨季吗？”松姐顿时想起了那件可怕的事。原来松姐那年心脏明明都停止跳动了，可8分钟后她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。此时丈夫生气的表示：“那是因为我当时故意放的你。”接着丈夫说出了全部真相。原来松姐眼前的丈夫竟然是一个鬼影幻化的，而那个鬼影就是死神。死神当初看松姐长得好看呢，就故意让松姐还阳了。可死神后来却后悔了，他要把松姐带回地狱占为己有。于是在松姐复活之后，死神就一直跟在松姐身边，打算随时弄死松姐。可是根据冥界法则，死神不能直接杀死人类，所以死神就找上了松姐的丈夫，他不停的蛊惑丈夫，让丈夫杀死松姐。不料丈夫深爱着松姐，竟然抵制住了蛊惑，还想出了拯救松姐的法子，那就是利用假象迷惑死神。于是丈夫设计了一个和松姐的房子一模一样的屋子，还不断把那些跟松姐长得一样的女人带进房子里杀掉，让死神误以为他杀掉的是松姐。而丈夫后来发现，利用镜像和诅咒可以削弱死神的力量。丈夫又把那栋房子里的一切改造成了镜像布置，把每个他杀死的女人都摆成诅咒人偶的姿势。可随着杀人越来越多，丈夫终于忍不了了，他最终选择了自杀，结束了所有的罪孽。可没想到松姐竟然拿走了那个诅咒人偶。在这一刻，丈夫设下的能量全部消失，死神瞬间恢复了邪恶力量，也得知被骗了，他大发雷霆，势必要杀了松姐报复。只见死神一把抓住了松姐，接着把松姐拎到了空中，试图掐死松姐。关键时刻，死神却想起了他不能直接杀死人类的规定。松姐趁机赶紧逃跑，可是下一秒她竟然出现在了一艘船上，对面还坐着丈夫。丈夫递给松姐一把手枪，想让松姐跟他而去，这样两人就能永远在一起。松姐面对丈夫的死充满了自责与愧疚，如果不是为了自己，丈夫也不会自杀。于是松姐决定追随丈夫而去。就在她要扣动扳机的前一秒，刚才接到电话的闺蜜及时赶来，在闺蜜的大声呼喊中，终于唤醒了松姐。她放下了手中的枪，回到了现实。原来一切都是死神的阴谋啊！她知道不能直接杀死松姐，就变成了松姐丈夫的模样，蛊惑松姐自杀。还好闺蜜救下了松姐。湖面的小船上，死神的影子依旧若隐若现。但现在松姐明白了一件事，丈夫费了那么多心思，不就是想让她好好活下去吗？她怎么能辜负丈夫的心意呢？就让她代替丈夫和自己，好好看看这美好的人间吧。电影虽然结束了，但对于爱你这件事，我永远也不会结束。认真且从一而终，仅对你一个人。